Hello， 大家係 Kimchi 啊！咁今集薄冰咧係會拍教學系列嘅。咁以往教學系列講咩都會請啲國家隊嚟教大嘅，所以今次請到係孫嘉日啦。大家好，我叫孙嘉毅，是前中国乒乓球队队员。小的时候是在山东鲁能练习，进入到了省队，慢慢进入到了国家队。今天你会教什麼技術給觀眾？主要針對一些大眾，包括業餘選手中的一些訓練的內容、技術，還有一些比賽的一些經驗，對，教會他們去打比賽。現在的時間就交給你去教大家一下，好嗎 ？OK。下面我先給大家講述一下業餘選手普遍在發球環節和技術要領。我覺得對於業餘選手，適當的可以在比賽中發一些長球，一種是側下旋長球，和是側上旋長球。你發完長球之後，下一秒你自己的銜接會好銜接一點。如果發了一些很刁鑽一些短球，會容易站不住位置。3個點長球啊，第一個是這個底線長，或者往這邊偏一點也沒關係的。第二點就是說站位，對方站這兒的話往錐身位發啊，左手站這兒的話也是往錐身位發。還有這個長球，這3個點，我給大家示範一個啊。这板第2板球呢，可以往对方的中间和正手先压，对吧？如果你再给反手的话，他这边就不用动了啊。主要是先给对方调动起来。第2球给你个正手试试，啊，我这么压你之后，你上我这边就有机会了，我就可以再往你反手拉。对于业余来说，这个点他很难去拉正手，他需要有一定的预判能力，他才会拉到直线的。因为这个球我发是侧旋，他是很不好拉的，他顶多是到这边，他不可能到这个点。对吧？因为乒乓球有些原理它是固定住了，就是它是死的。就像还有一战术就是说这个球80%全到这个点，它因为很难到这个点啊。这个点对于业余来说也是可以发一发的，把线路发开。对，就发出这种底线，让对方拉起来，或者让对方每天就练这球，让对方拉不起来。对，就这么练。如果业余把这个长球练好了，他会。比赛中我觉得会很拿分的这个得分手段。接发球呢，就是对于业余选手来说，搓球和防守这板球是非常关键的。因为我觉得业余来说很少有像你能拧去挑的爆挑很少，基本上都是先把球搓好。可以先搓长，慢慢再学会摆短。搓长球就是比摆短要简单很多。因为摆短吧，你紧张的时候，我相信，尤其对于业余选手来说，他摆不出来短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多搓长，手放松一点，大家。慢慢就推一下就可以，对，板型不要翘，也不要掉，就自然一点，直接平一点向前捅出去，对吧？这个方向，感觉拿板的这个位置去接入球啊。而且大家记住，搓的时候呢，这个腿要捅进来。对，点之后嘛，乒乓球80%、70%都是靠腿去动。对。先把我教大家这个中间长怎么去拉啊，把身体让开，千万不要上去抢这个球，先体会肚子、腿，然后最后是手去拉这个球。大家去体会我说这个步骤，1、2、3，这种球，大家看，第一步动脚，看，拉到这种质量就可以。对，你先对，这样的话你再注意一下连续。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关于一些专业选手和有一定基础上的选手来说，发球呢要发2个点，一个是正手短和反手长。正手短呢有侧上、侧下，还有勾手啊，这种反旋转。如果逆旋发展好，也可以发这种逆旋。发正手为短的时候呢，侧旋球就是说要以这个可以先以侧上为主啊，配合侧下。这种球侧上很拱，它只能挑你，对吧？它只能挑你之后。这时候呢，你拳台就会有很大的空档机会去塞它了，侧上球。对，这种球他没有任何办法。如果他能上来之后抱你，那这场球你就佩服了，对吧？你就可以完全交枪了。刚才我说的是正手短，同时呢配个反手长，对吧？这种球你看，如果瞬间把这2个肉点放好了。
他的站位一直会站不住的，始终会牵制对手。对于专业选手来说，接发球第一点也是一样，不要先加太多力量，先加什么？加旋转和速度，对吧？手段这下手一定要狠一点，就是劈，或者是往右手位可以往这边搁一搁，对吧？往2个点发正短的同时呢，你可以往3个点，防守长、中间长和正中短。如果是对方发下旋的情况下，这种球对手会很难受的。对，你去抢一个，你试试。好。这3个点，这1个点，然后第2点是这里。对，第2点，第3个点是反手位，可以稍微加点滑的感觉。对，直接捅也可以，稍微滑也可以。1个点，如果对方接得很好的情况下，不要超過2次，1下2下，第3下一定要換旋轉和落點。咁啱啱咧就係孫嘉麗咧就教大家啲技術上嘅，你覺得剛剛你從技術上可能接發球、發球，你就分了2個，就是可能大眾跟專業的。那你覺得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給觀眾了解一下呢？發球一定要注意，不要是為了發旋轉，就在這就是為了發短球、發旋轉，可以適當的發一些長球。对吧？把这个力量都给加出来。而且这个球改了之后，是不是多人发长球多了很多呢？对于专业选手来说，还是以短为主，配合长。只是说现在这个球呢，就是拧这方面，拧的球它旋转没有那么强了。有时候发球方呢，如果这球发的质量不高的情况下，对于专业选手来说，他容易就是被拧。拧完之后，发球方就会很被动。就是说发球方这环节要把落点一定要发开，对吧？每天练球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落点发开。1个点呢，尽量不要超过2下。勾手逆旋这种反旋转的，对吧？一种是侧上旋、侧下旋、转的、不转的，勾手逆旋，这6种旋转要多变化，落点的变化、旋转的变化，这是就是无论专业业余需要该做的。但是呢，发球之后也要注意，要头脑去想，对吧？因为发球是所有技术里面稍微自己能决定的发什么球，能掌握自己手里。而且可能比赛紧张，就是你接发球的可能跟你的想象会有点出入。对，紧张的时候，对于像我刚才讲的，对于业余大众来说，把球搓好，只要是别搓半高，搓低点之后就可以，对吧？即便现在搓出去，人家拉也能防到。搓拉防，因为这球没有之前那么转，你就搓这个长，你一防，它是很实惠的。简单实用又实惠的一项技术就是，对吧？就是能得分咱就能是胜利就是。那很感谢今天你能來到這裡，能教觀眾一些技術上嘅東西，希望這一集大家會喜歡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咧，就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最大標嘅朋友。我係志堅，拜拜。